很多人一聊到自己的缺点，仿佛自带显微镜，越是审视，就越是放大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缺点，进而自我批判。尤其是女性，有些人哪怕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从小到大都是学霸，相貌、事业、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都很优秀，生活中也得心应手，但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甚至在被别人夸奖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反应，为什么突然夸我？我哪有这么好？然后不好意思的转移话题，或是直接用自己的缺点来反驳对方。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呢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够好，并非因为自己真的不好，而是我们对自我认知上的偏差，导致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值得。这种习惯性的自我批判，往往来自一些不好的成长经历。曾经某些负面的体验会给我们带来强烈的羞耻感，这种羞耻感带来的不只是当下的尴尬与心理负担，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心理阴影，让我们形成一种我不够好的潜意识。以后别人一旦批评你，就会持续加深你内心深处我不够好的意识，而当别人夸奖你时，你反而有强烈的不适感。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。第一种，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原生家庭的影响并不只有父母离异这一种，很多单亲家庭的小孩也能身心皆健康的长大。与父母离异相比，童年时情感被忽视会产生更恶劣的影响。很多父母的教育理念就是不把孩子当一个完整的人看，认为孩子还小，还没有到心理需求和重视情感的地步，只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就可以了。甚至在有些父母的认知中，完全没有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这些概念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心中真正的自己一直是被压抑、被否定的，他们毫无选择的余地，只能被动接受父母的安排。综艺《少年说》里有一位妈妈经常打压自己的女儿，她总说自己的女儿性格太飘了，必须打压，这是为她好。当女儿抱怨妈妈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努力时，妈妈的回应也从来都是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有多差。有一本书叫《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》，这本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，一个叫文文的姑娘一直被母亲严格要求，她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好好学习，其他的都不用做，甚至连兴趣爱好都被抹杀。当文文以全 A 的优异成绩考入最好的初中后，发现班里很多同学不仅学习好，还多才多艺，而自己什么特长都没有，很多活动都不能参与。如果自身条件欠缺，可能还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落差，但文文身材高挑，四肢协调，小时候就经常被选入舞蹈队进行训练和参加演出。后来妈妈因为排练与补习时间冲突，就让文文退出舞蹈队。那会儿文文还小，什么都听妈妈的，可越长大越发现自己应该坚持自己的爱好。文文上初中时，学校的健美操教练看中了她，希望她能加入健美操队。在征求家长意见的时候，妈妈一口回绝。自此，文文和妈妈的战争拉开了序幕。表面上看，父母们真的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人的确是要好好读书，但事实上，有些父母从未真正的看到过孩子，也从未试图去了解
他们的内在需求。他们不关心你的喜恶，你此刻是什么感受，他们只知道自己需要你做什么，只知道自己想要你成为什么。作为一个孩子，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会很无力，因为自己一旦被养育者讨厌，一旦被抛弃，就意味着要面临无法生存的威胁。所以尽管很难过很委屈，他们也会压抑自己的本能，降低自己的内在需求，去迎合父母定下的规则。在这种无限退让和持续被否定中，慢慢就形成了我很差劲的固定思维，然后就总是觉得别人都没有问题，出问题的一定是自己。第二个因素，外界的评价。外界的声音也会变成我们评判自己的标准。有些人真的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尤其是那些负面评价。有些人会把外界的评价当作自己的行事准则，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而不断地迎合别人，哪怕很多事情自己根本不喜欢。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总想成为别人心中完美的样子，却不是自己心里真正想成为的样子。我们如此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从本质上来说是害怕孤独，害怕自己因为无法达到别人的要求而被忽视、被冷落、被孤立。这本书中告诉我们，孤身一人应该如何自处。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难免在某些时刻与他人疏远，或是自身原因，或是他人原因。当我们陷入孤独时，该怎么办？这种时候，与其盲目地讨好他人、迁就他人来解决一时的孤独，不如高质量的独处，在没有陪伴的日子里沉淀自己，厚积薄发，悄悄拔尖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如果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依然没有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那我们完全不用在意，因为逐渐强大的我们已经无需他人的评价来佐证自己的人生。第三个因素是过度自省。自我反省可以让一个人往更好的方向发展，但过度的自信会让人变得十分消极，因为不断的自我否定和强烈的负面的自我暗示，会令人逐渐形成遇事先否定自己的习惯。过度自省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因为对自己有超乎寻常的期待，一旦自己没有达到内心设定的要求，或者新事物的介入对自己过往的认知产生了冲击，就会对自己产生强烈的怀疑，然后开始深度的自省。而这种深度的自省往往导致自我认知的全面崩盘，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？这本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案例。一个从小到大被称为学神的孩子，在参加了一场人数众多的比赛后，对自己产生了全面的怀疑与否定。在他看到别人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时候，对自己十几年来只有成绩拿得出手这件事产生了极端的厌恶。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已经拥有了谦和、自律、内省等十分优秀的品质，而他也绝不仅仅是只有成绩好。那么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认知偏差，看见真实的、值得被爱的自己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，无条件的自爱不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也不关乎我们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做到最好。它是一种我们都应该具备的本能，一种帮助我们对抗复杂环境与嘈杂声音的力量。
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先天条件，只是需要我们摒弃对自己的一切偏见，没有任何缘由的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然后把批判换成肯定，把愤怒和无措换成平静地寻找自己的真实需求，把不懂拒绝直接换成说不，把不懂拒绝换成直接说不。欣喜于自己有成功的部分，也要允许自己有失败的部分，这才是真正的自我接纳。生命中80%的烦恼源于对自我的否定，阻止受伤，过度补偿，期望过高，强迫自己，从来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成长方式。获得认可、尊重与自愈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，是永远做真实的自己。你知道自己是谁，并且对所认知的自己抱有一种持续的、稳定的认同感。当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认同感时，你会明白，外界的声音都只是参考。当它让你感到不快乐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去参考。晚安。